Pro 各位，最近搬了家，正好客厅的墙面非常大，考虑到100寸的小米电视可能都塞不下这面墙，于是我买了一张120寸的幕布，并且同时升级了投影和 Apple TV。这期视频严格来说不是评测，因为大部分的场景都涉及到多个设备，算是对一整套系统的介绍和体验，顺带聊聊构建思路。首先从最小的遥控器开始介绍，很多人觉得新遥控器是再一次拨乱反正，实际上本质的触控板交互没有变化，反倒是把 iPod 的经典的 Manual 返回键改成了正经的返回键。另外像 iPhone 一样把语音键改成了侧边按键。虽说 TV 能用 iPhone 键盘打字，但是像报片名还是语音方便。In the mood for love。顺带一提，你可以用手表操作 TV。然后还是要批评一下老款遥控器，它的问题主要是太轻太小了，而且上下对称，经常找不到或者拿反了，而且语音识别键得适应之后才能记住位置。新款遥控器体积重量都大了不少，也不再上下对称，所以基本不会拿反。很多人觉得苹果放弃了触控板，选择回归 iPod 的 Click Wheel， 实际上这玩意儿还是触控板，因此不存在 Click Wheel 那种旋转导航。然后就是加入了电源键，可以利用 HDMI CEC 实现一键开启电视或者投影。不过坚果届时存在 CEC 关机后无法唤醒的问题，好在坚果的遥控器也有升级，能利用 CEC 和 TV 交互。不过多一个遥控器并不能解决一家人抢台的问题，以及坚果这个只能做到上下左右确电影返回以及调节音量，并没有触控板那么爽。你无法使用坚果这个遥控器直接跳转到桌面或者 TV App， 也无法召唤出控制中心，所以无法做到切换用户或者调用 HomeKit。选择新 TV 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eARC 支持，这样别的设备的环绕声就可以在 HomePod 上播放，也同时解决了投影本身扬声器位置不佳以及外接麻烦的问题。不过要注意正确设置，比如 VLC 要开启音频流透传。Xbox 这样的设备也要设置到环绕声，不过由于投影并不支持 eARC， 所以只能输出杜比数字或者 DTS， 并不能输出杜比全景声。进入 TV 扬声器模式的 HomePod 的实时内容延迟会降到很低，哪怕是通过 ARC 播放，所以哪怕是游戏这样对延迟要求较高的场景也能基本满足。至于杜比全景声，其实在系统里面就有很明显的感觉。App 图标被选中的声音具有一定空间感，只不过因为录音条件所限，这种感觉可能不是特别明显。以及 Apple Music 最近也加入了杜比全景声的支持，音频的各个部分会呈现更强的空间感。不过不是所有艺术评论都肯定这种形式，其实争议还是存在的。简单来说 HomePod 最初的目标是让房间各个角落听起来一样，而非强调立体声甚至是环绕声。但是对于播放条件相对可控的电影来说，环绕声则是辅助画面的工具，是对镜头语言叙事功能的延伸。长期以来 HomePod 都被人批评连接性有限，延迟大，但直到停产，新 TV 才加入 eARC， 其实是挺让人意外的。如果你正巧有一对 HomePod 和支持 ARC 的电视，可以考虑选购新 TV 试试看。坚果届时作为5000价位的 0.47 寸单 DLP 投影，相当于原生 1080p 分辨率，加上一点像素抖动能力，能提升清晰度。同级产品里，对比吉米 H3S 来说色域广，对比 H3 亮度高延迟低，并且由于是纯玻璃镜头，解析度很高，对准焦之后像素的边缘非常清晰，不会有树脂镜头因为发热而导致整个画面一部分对焦准确，一部分脱焦的问题。这也算是用低端投影让人觉得不爽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噪音大，这就得聊聊散热部分。坚果届时的标称噪音是同级别最低，仅25分贝，可以说都是归功于这部分的用料。由于使用大尺寸风扇和大散热片，基本上只有靠得很近才能听到噪音，加上环境噪音也不超过40分贝。就算是更靠近观众的正装正头安装，也不会对声音体验造成明显影响。另外玩游戏的时候别忘了开启低延迟模式，这样就能改善整体的输入延迟。延迟测试下来大概在15毫秒左右，相当于60帧画面的1帧，对于主页是看电影的投影仪来说是一个能接受的水平。像巫师3这样的 ARPG， 一方面手柄操作没有明显的迟滞感，另外声音表现也算得上在线。至于 Switch 游戏就更不用说，毕竟蓝牙手柄延迟更高。用投影玩 Switch 的最大优势就是屏幕大，像是马车这样的游戏，人均60寸的画面，估计没人说4分屏看不清了。再搭配上马里奥派对、分手厨房等游戏，可以充分发挥出 Switch 的社交属性。
当然，投影的毛病还是见光死，不过对于专门看片人来说，这不是大的问题。我主要在意的是黑位和对比度以及动态范围。虽说距离 OLED 和 Mini LED 投影在这方面非常差，但是主观来看，坚果届时开启 HDR 之后 ，SDR 部分仍然有足够的对比度，高光部分的效果也有体现，加上超过 Rec 709的色域，观感比3000价位还是要好不少。需要吐槽的是，光源亮度选项会影响画面的色温，高亮明显发青。另外，标准和均衡亮度对于充分暗的房间来说太亮了，所以 Apple TV 能支持 HDR UI 反而是让整体亮度更舒服。对于存在大量低光的 SDR 内容，我建议还是开启自动匹配动态范围，这样能够提升画面观感。总的来说，坚果届时在5000这个价位，相比竞品在几个核心功能上有优势，对于想要更大画面的用户是一个在甜点价位上的选择。刚才围绕 ARC 和遥控器简单聊一下 Apple TV 的体验。我个人觉得，除了第三方 Netflix 和 YouTube 之外 ，iTunes Movie 和 TV Plus 本身就有很好的体验。一方面 ，iTunes Movie 提供了 Extra 以及同类平台中为数不多的杜比世界和杜比全景声资源。另外，这些资源可以缓存在手机，支持移动平台的 XDR 动态范围和 AirPods 空间音频，加上支持家庭共享，算是为重复看经典影片提供便利。In the mood for love。对于那些没有上架 iTunes Movie 的剧集 ，TV Plus 也能接入到这些第三方资源。新 TV 支持了 WiFi 6，通过 VLC 访问 NAS 上的 SMB 资源的速度也会更快。另外，这一套观影生态可以和 HomeKit 结合，比如在电视看到门外的状态，或者是一键关灯。由于 tvOS 不允许操作门锁，所以我的解决方案是在沙发装了一个开关，单按开客厅灯，双击开楼道门禁。开门之后，Watch会有通知提示，长按关闭所有灯。这就是当前我对这个开关的配置，目前一个只要40块钱。一节 CR2032 电池，续航2年，物理开关比起解锁手机然后从控制中心操作要更方便。顺带 TV 的屏保也是特色之一。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可以用 AirPods 播放，以及支持音频共享功能。不过要注意 AirPods Pro 和 Max 的空间音频 ，HomePod Mini 的默认扬声器功能要到 tvOS 15才会提供。tvOS 前2个月支持了最新代的 PS5 Xbox 手柄。目前 TV 上的 Arcade 游戏普遍都需要手柄才能游玩，包括同样在主机平台提供的 Overland。虽说这代 A12 SoC 的 CPU 性能有提升，并且引入了神经网络引擎，但是由于内存和 GPU 规格下降，以及 CPU 从3大3小改为2大4小，这代 TV 总让人觉得诚意不足。据说年底 Apple 会发布专门的 Arcade TV 主机和对应的手柄，不过就以现在 Arcade 游戏的阵容来说，除非是新 SoC 能撑住更高性能要求的 3A 大作，或者是 Apple 在分成上稍作退步，不然还是会落得不温不火的结局。不过考虑到苹果在硬件架构和制造工艺上都是行业顶尖，加上雄厚的财力，我对年底的 TV Event 还是比较乐观的。说到 TV， 就顺带聊聊 TV Plus 的剧集。去年饱受好评的喜剧 Ted Lasso 这个月开始放送第2季，加上9月将放送护航剧集 The Morning Show 的第2季，这样也能理解为什么苹果要缩短新用户的免费体验时间。顺带再普及一下 TV Plus 平台的传统，就是提供了大量语言的本地化配音，质量极高。选择不同的吹题二刷会带来新的体验。更让人感动的是最近很火的 Mythic Quest 的剧集，不仅和育碧在编剧上深度合作，而且提供了2集非常有深度的单元剧，强烈建议观看。这里就要顺带科普下 Apple 服务的定价，如果你想用大容量 iCloud 和观看 TV、听 Music、玩 Arcade， 那么20刀的 Family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更贵的 Premiere 提供了2TB 空间，额外提供了 Fitness Plus 和 News Plus， 这就值得聊聊下一个功能单元。只要你有一块 Apple Watch， 就能使用 Fitness Plus 服务。当然，最好的体验还是搭配大屏的电视，像是 Yoga 和 Crow， 只要一块瑜伽垫和一只哑铃就能搞定。如果你比较土豪，有划船机、跑步机、单车机的话，也能物尽其用，减少吃灰。Fitness Plus 可以简单理解成一堂网络健身大课，你可以选择一项运动，比方说核心拉伸，在这里你就可以选择导师以及看到每堂课的配乐风格，所有用到的配乐都是来自 Apple Music， 你可以加到自己的播放列表。点击想要做的运动，然后在手表上确认开始。进入运动之后，你可以看到手表上的3个环，还有当前运动的状态。除了 Fitness Plus 之外，健身环大冒险也是一个不错的在家运动的方式，只不过整体机制上更像是游戏而非健身课。各位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喜好选择这些运动方式，关于健身环大冒险就不展开讲了。总的来说，我觉得这套方案比较适合在外租房的朋友进行参考，主要特点是对布线要求不高，而且适合搬家。相比超大屏电视来说更加亲民，
也兼顾了娱乐和健身乃至社交的需求。工作完成之后，在沙发上躺上1-2个钟头，或者运动半个小时、1个小时都可以选择。本期对客厅整套功能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感谢观看。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